这艘潜艇为什么要长翅膀？这架飞机为什么要插上一根潜望镜呢？难不成它们又能潜又能飞？不要以为这只是艺术家的天马行空啊！实际上，这种插着翅膀的潜艇呢，还真的存在过。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飞机潜艇。潜艇飞机可以潜水的飞机，可以飞行的潜艇，管你怎么讲了，它的故事了。时间回到二战，攻击飞机和攻击潜艇都为盟军全面战胜轴心国发挥了关键力量。而在这两个领域当中呢，顶级玩家都是美国。其中空中进攻在欧洲战场上瓦解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军事力量，水下进攻则在太平洋上挫败了日本的狼子野心。随着二战在1945年结束，冷战却又在1947年开始了。美国面对的威胁似乎还变大了，于是尝到了空中和水下两个甜头的美国海军就想，咱能不能把这两个优势给整合一下呢？让飞机能潜水，让潜艇能起飞，这样不就可以很方便的在空中巡逻，在海底打击了吗？可以更游刃有余的应对来自于苏联核潜艇的威胁了。于是潜水飞机的想法就被提了出来。但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苏联人早在二战初期就在研究这个玩意儿了。1934年，苏联工程师鲍里斯·乌沙科夫呢就已经设计出了一架具有攻击潜艇特征的水上飞机了，起名 LPL， 装着3台螺旋桨引擎，先是靠底部的浮筒降落在海面上，随后发动机密闭往浮筒里面注水，就可以下潜，并以3节的速度在水中前进了。只不过呢，很可惜的是这架飞机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图纸。在1936年，鲍里斯将其提交给苏联当局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下文了。稍微过了几年大洋对面的美国人终于也有了动静。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叫做休斯顿·哈林顿，不过呢，他也只是在1945年画了张图，申请了一个飞机和潜艇组合的专利而已，然后就继续去忙他的音乐公司生意了。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把鲍里斯放在飞机下方的浮筒往上移，变成了机身的一部分了。同时呢，也将那个极不协调的潜艇脑袋给去掉了。但实际效果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所以他拿的大概只是个外观专利而已。但这个没有关系因为他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另外一个人，57岁的电子工程师唐纳德·里德，而后者呢，就真的去实际造了一架出来。这也使得他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架存在过的可以潜水的飞机了，叫做 RFS-1指挥官1号。它看上去其实更像是1934年的苏联人画过的版本。由玻璃纤维制成的雪茄状机身顶上呢，突出了一个十分显眼的潜艇式的剑桥。那个本来计划是用来作为下潜后的驾驶舱用的，但实际效果是啥也看不到。所以后来李德不得不将驾驶舱呢改到了飞机的头部，导致在下潜后必须还要戴上一个氧气面罩才行。跟我骑摩托车很像也很像是我以前讲过的意大利的人操鱼雷了。在剑桥的顶部装着一台65匹马力的螺旋桨发动机，它会在下潜前用橡胶罩包裹起来，以便防水。潜入水中的动力呢，由一台电动机带动的小螺旋桨来提供，运行速度在4节左右。1964年的6月RFS-1呢进行了第一次全流程的实验。它先是在浮筒里面装入压舱水后下潜到了2米的深度，在水下试过了一段距离后上浮，打开发动机的橡胶罩，插上2只螺旋桨，启动发动机，随后以100公里的时速呢飞越了整条河面。虽然看起来相当原始，但毕竟还是成功了嘛。这让李德信心大振，于是马上联系五角大楼，告诉对方，我这儿可是有个好东西哦。结果五角大楼一口将他拒绝了，理由是你这个东西嘛太不切实际了，我们不考虑。但真相却是他们已经委托康维尔和通用动力在研发这个东西了。不搭理李德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你做的这个东西有点太 low 了嘛。李德知道了之后呢超生气他就认为你们这不负责任表面上说这个不好，背地里却自己做的坏把我的概念拿走就不管了以后只要是飞机潜艇出来那就都是我的功劳了。五角大楼自然是不认同的，他们认为你发明的顶多就是一个特殊的飞机潜艇类型又不是一般的概念，只要我不是用还要拿个橡胶罩来把发动机罩上，并且想要飞的时候还要再把螺旋桨插回去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康维尔提出来的几个方案呢，全都用到的是涡轮喷气式发动机了，看上去的确是高级了许多第一个方案是一架垂直起降的飞机，它的发动机位于机身前后，并且是可以伸缩的。在空中飞行时，发动机伸出；潜到水里时，发动机收回，藏在机身当中。整体看上去极其流线，就像是一枚滑溜溜的鱼雷一样。但是
太像鱼类了，就必然不是那么像飞机了嘛，所以它的空气动力学特征是不太及格的 ，pass。第二个方案是一架带有可折叠机翼的，看起来比较正常的飞机，不过它的机翼折叠方式呢有点不同，是向内缩的。我实在是看不出来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是像卫星上面的太阳能板那样折叠的呢，还是像充气床一样开合的呢？由于它也很快被 pass 掉，所以没有找到更多的资料了。第三个方案呢就比较传统了，在一架正常的飞机底下挂上一个迷你的潜艇，没啥创意，所以很快也被 pass 了。好，来到了第四个方案了。它是看上去最有希望通过的。它长大约15.4米，翼展大约12米，头顶上装着3台防水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并且呢还可以在下水后自动密封。底部是一个可以伸缩的冲浪板，供它在海面上起降的时候使用。在尾巴上呢还装着一个小小的螺旋桨，这就是它水下动力的来源了。它的巡航范围呢表现不错啊，在空中可以达到900公里，水下也能接近100公里。当发现海面上的敌舰后，它会先下降到大约700米的高度，然后慢慢接近目标，打开冲浪板降落至水面，潜到22米的深度，投放450公斤重的鱼雷，最后浮出水面返航回到基地。多好的一个东西啊，不是吗？但最后呢，它也只是停留在了模型验证阶段，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技术上的，也可能是政治上的，还有可能是经济上的吧。总之，这也就让李德的指挥官1号成为了唯一真的又飞过又潜过的飞机了。它其实呢也再接再厉，于1967年设计出了一架喷气动力的指挥官2号，而且高级到喷气管既能喷气又能喷水，这下不 low 了吧？但是嘛，也就是只能做到纸上谈兵的阶段了。所以最后呢，你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实现潜水飞机？又有没有必要去造这个玩意儿出来呢？留言来告诉我。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